大少爷驾到，通通。刚才这句话就是我最疯癫的时候了。我平时是个特别沉稳的人。我选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不上班，所以那边隔壁的主题我不知道。我是个特别沉稳的人。我最疯癫的事儿应该就是我太能消费了啊！我尤其是买鞋，我买了很多鞋，我现在大概有140多双了。疯癫不啊？行，主题扣上了啊。然后我这140多双了。我有时候早上起来，我就看我这一屋子的鞋，我就想，我是为什么呀？我为什么只有2只脚？所以同行都叫我幽默蜈蚣啊，粉丝叫我丑鞋王子，我妈叫我搬出去住。我对鞋很敏感啊，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外甥给我拜年，舅舅过年好。我说哎呦，这大宝过年好，真乖啊！来，舅给你包个红包。谢谢舅舅。舅舅你鞋真白，新鞋踩上。我说别碰啊，鞋都是有生命的，而你只是我姐的孩子。我是从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球鞋的啊，因为初中的时候，只有球鞋才能表达个性，因为大家都穿着校服啊。我老家辽宁鞍山，是全市统一的那种运动服套装，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啊。但是他们非要在后背上印几个字母啊，像其他学校什么鞍山一中、鞍山八中印的都是 ASYZ、ASBZ， 就是拼音缩写嘛，我就感觉就不太时髦了。但我们学校还行，印的是 ASXS， 我感觉像什么什么 school 的意思。虽然我也不懂，但我感觉挺特别的，跟他们比。后来有一次我校服弄丢了，我就去学校一个指定的商店去重做。我说这字母什么意思啊？啊，他说这是鞍山学生。我说那一中、八中这啊，他们都好学校，衣服都定制的，你们是剩下你们都学生。我说那你印这字母有啥意义呢？表达你的身份啊。我表达我什么学生的身份吗？不是，这不就是一件校服吗？我穿上它，我除了是学生，我还能是什么？啊，我穿着校服，我走在大街上，然后迎面走过来一个人，哎，这小孩是干啥的？猜不出来啊，猜不出来。想知道。等我走过去之后，回头看我的后背，妈学生，鞍山学生。这不写后背，我上哪儿知道呢？穿个校服，我以为厨师呢。没有这种大傻子啊。而且你想表达身份，你就直接写汉字嘛，对吧？你就写鞍山学生，是吧？中国李宁，你看，看着也时髦。你就印一个拼音的缩写，你给警察叔叔办案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大家想一下啊，警察叔叔在处理案情的时候，我们看啊，该名犯罪嫌疑人年龄大概在16岁左右啊，身着校服，衣服上面写着 ASXS 4个字母，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一名鞍山销售。他有没有可能是鞍山学生呢？还是经验尚浅呢？啊，哎，我们看啊，我们逐字分析啊，逐字分析，写的什么呀？是不是安斯山西学等会儿啊，西学生小学西阿学，总之他是一名鞍山凶手。很荒谬啊！今天康永老师来，我感觉应该写鞍山小 S， 感觉会更时髦一点。
就是综上所述吧，不太喜欢校服，就是喜欢鞋。那个时候看到同学穿那种新款的球鞋，心里就特别的羡慕。哦，有一双鞋啊，我看见了，我特别的喜欢，我心心念念了很久，但是它太贵了，它要1099块钱，我就一直不敢开口管我爸妈要。然后那年过年的时候，我跟我爸一起去商场买年货，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双鞋，我说爸，我想买鞋。我平时说话不这样啊，我就是心虚的时候我想买鞋。我爸说长大了哈，知道张口要东西了哈，买，我就直接冲过去了，我就像一个球鞋小博士一样。我说你这个侧向的支撑是吧？你看这柔软，你最主要的是什么？他是詹姆斯代言的。詹姆斯啊，你想想，你我都姓詹，咱们老詹家是不是得支持一下？我爸拿着鞋，哎，好，然后看鞋底儿贴了一个小贴纸1099。我爸说，那个小伙啊，哎，你这个鞋多少钱呢？就是这个编号1099这个。店员说1099，我爸说对1099，店员说对1099，先生。我说爸，是不是有点太贵呢？我爸说贵什么贵？这是1000多块钱儿，装饰，软和吧，软和，跑两步，跑一下，是挺好啊，是挺好，就定下来买这个了，是不？行，那咱再转一圈，要没有合适的，咱就回来买这个。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但当时我不知道啊，当时我热血沸腾啊！我说谢谢爸爸，然后我转身跟店员说，我说哥哥，你帮我留一双44码的，我马上就回来买，我肯定买。店员说行。我心想这声冷笑是什么意思啊？是在笑我太疯癫吗？再次点题啊！刚从商场出来，我们就去了批发市场。我说爸，我们来这儿做什么？要做生意了吗？要？我爸说看鞋呀。我随手拿起一只鞋，这鞋多少钱？120。我说爸，你想笑就笑吧。那穿是软和吧？不软和，跑两步就软和了。新鞋都这样。那就定下来是这个了呗。我说你把这个口音收起来了。你跟谁说话呢？没人定啊，我肯定不定这个。我爸看我这么认真，就说：“那行，那咱回去吧。”我前脚刚走，老板说110，我爸说70。最后，我穿着这双75块钱买来的鞋，走出了批发市场。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我突然想起商场店员的那声冷笑，我以为他在笑我太疯癫，其实他在笑我看不穿啊。谢谢大家的欣赏。好，谢谢欣姐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谢谢欣仔。郭老师呢？没发现那个 ASX 还有是爱说相声的意思吗？嗨，不爱说。爱说能来这儿吗？真的是。没，我特别喜欢你投的那个，我妈叫我搬出去住。那个包太缺德了，那个太缺德了。这怎么说到自己心坎里去了吗？我没有从来没有说过我原生家庭的不是。是一个纯粹的喜剧理论的探讨。是的，是的。啊，今天不能聊你府上的事吗？对，府上最近有事，就没事，随便聊，说着玩的。康永哥给票了，他这里面有智慧含量吗？他刚才演的特别好，就是演那个为难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敢演，有层次。尤其是他演他爸爸看中那双那个75块的鞋的时候，敢演那么久，我真的很佩服他。
谢谢老师，我还缩短了一点。他们说怕观众睡着，我就赶紧。我觉得星仔的那个个人风格是越来越明确了，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台戏。就是我觉得你有一点把 sketch 跟单口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了，就你是在一个你的规定场景里面，但是你是把相关人物都用表演的方式展现出来。就是很多人他可能是主要靠讲嘛，他演只是为了助推那个情绪，你是认真的在演。对，我是认真的在演。如果正儿八经的找你去演戏，和在舞台上一个人讲这个单口喜剧，你更喜欢哪个？更喜欢演戏。你给我回去！这个主要还得自己写，写完有时候，比如说头一天写的，第二天我也背不下来，但是就还行，这也挺喜欢。其实我刚才还思考一个问题，你说他文本也是很好笑，但是他演出来的时候更好笑。我小时候，爸爸跟我去买衣服，一模一样的情景，你写出来有时候真的就是以文为本，以演当先。哎，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一般是我们说学逗唱，以说为本，以学当先，它是一回事儿，其实是有时候语言是很苍白的，那个时候就得靠这个表演音效，靠音效嘛，音效嘛。我以为是表演呢。哎，吴镇宇老师，您知道鞍山吗？鞍山呢？啊，知道啊，真的知道吗？是哪座山？你科普一下。鞍山被誉为钢铁之都，它位于美丽的辽宁省。请看，没有配合是吧？好，那恭喜星仔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我们看一看星仔最终得票情况。恭喜星仔得了173票。看一下他的排名情况，目前排在第2位。好，有请前往晋级区，恭喜星仔。哎呀，这组真的都好强啊！我觉得他演的惟妙惟肖，就是他马上给你勾勒出一个你记忆中的百货大楼、卖球鞋的这种柜台，很好的把他个人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贵什么贵？这是1000多块钱儿，装饰。新仔载哥，我的鞍山老乡，把那个 ASSX 这个梗已经玩到极致了。我小时候就穿那衣服，小学就是那身儿，对，蓝白相间的，是不是？对，而且大宅这个口音就是生硬，是吧？你硬，你听着这口音听起来情商就低，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这意思？对，还有个老乡懂老乡，对。鞍山人非常的幽默，对，骨子里的，没有这咱们活不下去啊，刚需这东西。安心在家，继续出发，逗得观众笑哈哈，欢迎大家把钱拿到鞍山花。好，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呢，前2场用他的2场婚礼点燃了全场，掌声有请小鹿。小鹿，我觉得是能力和勤奋都足够，他也应该会有机会成为这一届的喜剧之王。小鹿就得拿大王，我的感受就是小鹿就得拿大王，小鹿就是大王。我也很希望。怎么样？这一轮的心情非常好，精神状态很美丽。我现在有焦虑的事情，我的美甲坏了。当会这样，因为我要展示我的肌肉线条。这次比较轻松一点，我在下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没有很紧张，是不是因为以前录脱口秀节目的阴影就是前2轮都死了，然后就很害怕。那这回我就觉得就是我最恐惧的前2轮过去了，好像那个阴影就不见了，就是比较兴奋，很想在这个场子试一下自己的段子是什么效果。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是小鹿，哎。今天呢，聊聊我妈，哎，我爱我妈，
但是啊，我妈这个人她的社交方式吧，她就是有点颠啊。我妈前2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洛儿，我给你发了个号码，你给这个亲戚打个电话，他就是那个谁的堂弟的老婆的亲姑姑的女婿，也在北京，你们来往一下。”妈耶，就刚才这条社交链条上的每一环，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血缘关系。这算什么亲戚？这个人放古代，我们家诛九族都捉不到他。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说的这个亲戚啊，在北京我们一般叫陌生人。”我妈还在那坚持，呀，联系一下嘛，他也是云南人，他也在北京。我说那又怎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云南人，我又不是云南驻京办。我不喜欢给人打电话，我妈不能理解啊，因为我妈如果想给谁打电话，拿起电话直接就打。妈耶，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简直没有素质。谁要是直接给我打电话，那相当于直接钻进我的被窝了。我妈是钻进我的被窝，还揪着我的耳朵一起去钻别人的被窝。我真的做不到，我活到现在为止，我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只有110和 Taylor Swift， 为他打 call。而我妈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就是每一个有电话号码的人。而且我妈打电话最生猛的是什么呢？直奔主题，打过去，喂，王秀兰，老李说我们家楼顶上水管裂了，你去帮我看一下，有问题找人来修一下啊。下午你去包2包豆腐给小鹿寄过来，挂了啊。好帅呀！除了我妈，应该只有超级英雄是这么挂电话的吧 ？Got go， 挂，干脆利落，对吧？你不会见到钢铁侠挂电话的时候在那，哎，刚才这段表演灵感源于我爸。我妈刚才那通电话打得最帅的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把事儿都办了。我突然就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这辈子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超越不了我妈跟王秀兰的关系。我也有很多朋友啊，但是每次要求人办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直接打电话呀？对吧？你肯定是先点开微信，再点开对方的头像，再点开他的朋友圈，来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先点个赞，再回到对话框，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亲爱的，你去露营了，照片好漂亮呀！你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下次叫我一起哦，我都想你了，西西。咱们尽快约饭哦。对了。任何聊天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那就说明前面都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啊！假装是在聊天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哎呦，还是你激发了我呢。就以为这样啊，对方就好接受一点啊。要是这个对了，真的这么好用，那以后人和人的交流就容易多了，对吧？医生对着重症患者说：“哟，你这个情况挺好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行了，没事了，回去休息吧。对了，叫家属进来。我妈现在啊，几乎是全职在刷短视频。看来你妈也是。哎，现在都刷魔怔了，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是吧？哎，我觉得真的，因为我妈她就觉得视频里的人说话她有权威。我说妈，我也在视频里啊。我妈说你那说笑话，笑话不算话。我觉得现在想让我妈信我点啥呀？我可能得自己拍一个严肃短视频，把它剪辑上传到短视频 APP 之后，再把它转发给我妈，然后我妈一点开就是我一脸严肃的在那，这条短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建议点赞、收藏、转发之后再看。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老年人长期观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智力下降、寿命减短、子女不孝。每天观看短视频5个小时以上，会导致子女不孕不育。转
转发短视频到子女的手机会天克地中，再赌你的运气，吸走孩子的阳气，而最终所有的阳气都会被吸收到美国亚马逊公司。从今天起，不点赞、不收藏、不转发，跟我一起抵制文化入侵！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哎，我妈很爱玩手机，但她从来不关手机铃声，这意味着我妈走到哪儿都是自带 BGM 的，滴哩铃，滴哩铃，哒哒哒哒哒。救命啊！哎，不关手机铃声这个行为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我们年轻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自己手机铃声响了，跟自己在公共场合放了响屁一样尴尬，对吧？铃声一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哇，老年人铃声一响，理直气壮，哇！我妈的铃声最要命的是，它还带震动。我妈还不屏蔽任何群消息，所以一到大年30，我妈的手机自己能走路。去年过年，我真的是要被吵死了，我就想趁我妈打牌的间歇，我打开我妈的手机，把她所有的群都给她屏蔽了。我真的翻，发现，哎，这也会屏蔽呀？屏蔽这些群，你咋不都屏蔽呢？然后翻，发现，哎，我妈没有屏蔽的群，就是所有我在里面的群。我知道你们有点感动，但你们也不要太感动，因为我还发现我妈置顶了王秀兰，没置顶我，还屏蔽了我爸。但这个故事里面最难过的还是我妈啊，因为我偷看她的手机，并且把她的隐私当作笑话到处乱讲，就跟她以前偷看我日记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也没有关系嘛。笑话不算话嘛。对了，我爱我妈，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小鹿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给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哇，今天考什么？太厉害了！哦，谢谢小鹿的表演。哎，谢谢。哎，对了。你觉得自己是冠军吗？是啊。哎，谢谢。正面回答一下。啊，正面。努力吧，我觉得还是要有点野心的嘛，对吧？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喜剧之王非常有可能诞生一位女王。哦，谢谢。我也觉得。就是前2场小鹿已经很精彩了，我觉得这场比前2场还好。谢谢我妈。对了，哎，你有经纪公司吗？马上就要没有了。哦，我懂了。有一种进货的感觉。郭老师怎么样？这次看表演有没有夺冠的感觉吗？我今天已经看了3个冠军作品了。这个我实在说不出什么。老袁，要不咱换一队？再换一队，这也太强了，这都。我的妈呀！我看完之后，我心里既高兴又担忧。哎，当然都是为你们高兴啊。那担忧的是为我自己担忧，我也不知道。罩不住了吗？啊，罩不住了。你俩签的是什么合同？当时是到总决赛吗？啊？不是你连他都想淘汰呀？你这干嘛呀？那你就坐这儿来，你上这儿坐着来，我上这儿主持去。康永哥，这个您之前也认识小鹿吧？认识，奇葩说就见识过他的力量了啊！啊，谢谢康永哥。你在奇葩说的时候开心吗？这个问题我就侧面回答吧。那个时候也是在磨练喜剧技巧什么的，那时候还是很开心，但是还也紧张。我觉得对，那个时候因为好像我们那个舞台不太允许你有一些什么表演啊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有点收束自己，一直都就是西装大背头什么的。那你在辩论的场子上，如果输给了那些辩手的时候，你会想说有一天把你们抓到老娘的场子上来见识一下我在这边的威力如何？哦，没有，我当时赢了辩手的时候，觉得呀，真的是不好意思了。
有点投机取巧了，讲了些段子。你刚才内容讲的是真的吗？如果有人直接打你手机，你会觉得人家钻进被窝里面来？哎呦，真的，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共鸣，就是还有那种直接打视频的人，直接打视频的人，我就再也没有搭理过了。我有可能在洗澡，你为什么要给我打视频？对，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在洗澡才给你打视频。吴镇宇老师有共鸣吗？对这件事？对呀，有些视频电话一来啊，我现在就砰，我这个人砰就关掉了，半张脸就把它关掉。这是以前不方便的时候特别愿意打电话，现在方便了以后反而不愿意打电话。真的，尤其老人家的电话铃声，我也很有。我妈她对，她就很慢的拿出来，就整个人就等着慢慢拿出来来看。就这样慢慢才打开，喂，就比电话铃声还大声，太真实了，你今天的。我最喜欢钢铁侠接电话了。哦，那个真是我爸真的很夸张，而且他有方言嘛，就每次一接到后面就是，他说好好好啊，他说的是方言是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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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以为你会再多说一点别的什么，雷神你偷走，我跟鹰眼一会儿就过去，我以为还有这个呢，啊，这特有意思，整体都特别好，没有不好。谢谢。很多人都觉得小鹿今年有可能获得冠军，他确实表现得非常好。对了，我这里也有一个冠军，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实证成分5天看见99%黄金效果。虽然我用了对了，但前面的话我也没说错。好，恭喜小鹿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我们看一看他最终得票情况。200，金牌就是小鹿的了，大概率。恭喜小鹿获得202票。2个人没拍。妈呀！看一下他的排名情况，目前暂列上半场第1，有请小鹿前往晋级区。小鹿值得，最好的小鹿。让座。哎呀，太猛了！这又是再创新高，一共是204票，差2票就满票了。我好想找到那2个人。那2个人是谁？谁俩没投票啊？是不是小鹿的爸妈就在现场？就2个人没投。太厉害了，这幸亏不在一场，202，哇塞，你俩必将要顶峰相见了，你俩必有一战，你俩。哎呀，小鹿这套段子是他新写的，这个人，我天，他绝对要夺冠，他太可怕了，他到现在都是新写的段子，新写能那么完整，那么炸，然后上了统治级的这种，我觉得太可怕了，这个人绝对要夺冠啊！小鹿值得，小鹿就得这么高，小鹿就得这么，小鹿得204，小鹿在我心中就是204，小鹿永远在我心中是满分。细节刻画这个太值得去学习了。比如说打电话很小的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见过那种现象，但是他把它都抓住了。你在台上都说是没有野心的，我当时还觉得，很不像你会说这话的。就我自己最近越来越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因为就是单口喜剧的比赛也这么多年了，也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这种女性，然后作为一个单口喜剧表演者，然后呢，在这种比赛当中得到最好的名次。我还是挺希望自己能够实现的吧。我也希望这个能让大家觉得它是有希望的，它是有这个可能的。我们不会说，哎呀，我是咋了？对我就是现在觉得还是要有一些野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太敢。就你做任何事情，如果说你很热爱，你也全情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你是肯定会有野心的。我以前很害怕表现这个，就怕别人讨厌我。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还要一直去压制住这个，而不去就是正面的看待，自己想做成一件事情，自己想要成为
一个很厉害的人，连这个欲望我都不敢正视、不敢说出来的话，就实在是有点太怎么说呢？有点太对不起自己了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能走得尽量高，尽量高，会让更多比我年轻的人，会觉得这个路是走得通的，它是值得去走的。当然，也是一个我希望对自己有的交代吧。哎，我在哭些什么呀？好，那接下来这位演员是一位基层工作者，平时在窗口呢情绪非常的稳定，但可能在台上也偶尔发疯。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岩。哎，大家好，我是梁岩。哎，刚才小陆老师啊，作为孩子吐槽了家长，那现在家长的反击就来了啊！大家看我呀，人到中年，2个孩子，说实话啊，很难不选择疯癫。我们家老大呢，18岁，18年父子感情啊，累积到今天啊，不能说荡然无存啊，所剩无几吧。你看现在暑假。每天早晨呢，躺在床上就玩手机。他要插上充电器，他能玩1天；他要插上葡萄糖，他能玩1个礼拜。非常专注啊！你就插上一把刀，他都发现不了，除非你插在手机上。有时候我就觉得呀，他可能也不是爱玩手机，就是跟家长啊没什么可说的。现在在家里边呢，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走了啊。”哎，走了，就这个父子关系处的呀，跟同事似的，你就感觉他也不是很想跟你说话，就是走个面儿。但是我呢也很欣慰，因为从小我就教育他，我说这个人啊，你就是再讨厌，面子上也得过得去。我觉得孩子呢做到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能理解，没想到这么年轻都能理解啊。他很疏离，我呢就很困扰，怎么办呀？去年一咬牙又要了一个，所以现在我们家呢，一个18岁的哥哥，一个1岁的妹妹。解释一下啊，一个妈妈。1岁，我都不知道1岁怎么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买啊。你看他现在这么小，他居然有自己的床，有自己的衣柜，有自己的冰箱，有自己的洗衣机。我说干嘛要出去单过呀？我说你哥还没走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小朋友的家电啊有没有了解啊？你要是说他一点用也没有吧，确实他就是一点用也没有。什么洗衣机啊？儿童洗衣机，就那么大一点点。他这个洗衣机如果脏了，可以扔我洗衣机里洗。他说这个大人的衣服啊有病菌，孩子的衣服呢要单独洗单独晾，我觉得呀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下班回家抱孩子可都穿着衣服，没有哪个家长回家先脱一干净再抱孩子。哟，宝贝儿，没有对吧？没有，母乳冰箱也是那么大一点点，专门放奶瓶。说搁我们那冰箱里面呢，怕串味儿。我说我那里又不放袜子，串什么味儿？家电除了家电，还有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生怕委屈孩子。你看，从孩子一出生，家长就围着给拍照，但是满月还是要出去拍满月照。20张照片入册呀，摄影老师给摁200张。我前2天看一新闻啊。就是科学家拍满月才拍8张，满月照拍200张，它都不科学。选完照片精修1张199，一结账5、6千，很难理解对吧？就这么点小孩拍几张照片5、6千，更难理解的就是他有什么可精修的呀？他精修什么？你给他 P 个1.2米大长腿，他自己49厘米。你给他瘦脸瘦身，
我说不会是往年轻了修吧？不能再年轻了，再年轻就没了。修完了说家长，你看这，你看这小细胞就是宝宝，你看还游呢，还游呢，就爱游泳。说到游泳，哎，这过渡稍微硬点啊，稍微。说到游泳，现在大家知道吗？居然有婴儿游泳。啊，婴儿游泳，哇，我也买了啊。婴儿游泳，我就想婴儿怎么想啊？婴儿说，我记得我前2天出来了，怎么又回水里了？啊，北京户口没下来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小孩啊几岁学游泳合适？我是觉得啊，是不是起码等他会叫救命？你知道更夸张的是什么？婴儿游泳居然还有教练。教练，我说婴儿跟教练怎么交流啊？英语。哎，人家真给我们找一个教练，那个教练呢抱着孩子，先用脚啊试试水温，水温合适就把孩子放水里边涮。哎呦，涮了不到1分钟啊，睡着了。我说来吧，教练展示吧，是吧？那教练呢也很无奈，他也不能把孩子叫醒，他也不能什么都不干，他就在那水里边滑了。给我都看乐了，我说那你滑了跟我滑了有什么不一样啊？我说这个游泳啊，我是比不过你，但是要说上班划水，真的，我觉得养孩子真的太费钱了，而且什么感觉？就现在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家庭的问题，就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这个小宝宝的照顾啊，有点过于精致了。你看他现在这么小啊，他居然有自己的牙刷，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呦，有牙刷就精致了。他都没有牙，每天就拿那个牙刷捅牙床子。我说嘿，我说我们现在上班都不搞形式主义了，你们养孩子又捡起来了。真的养孩子实在太费钱了，你知道费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现在写段子，我都不着急写梗，我就看哪儿能加商务。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润喉护喉。念慈庵，你理解我意思了吗？大家呀也多理解，因为过2天啊又该拍周岁照了。谢谢大家，我是梁岩。好，谢谢梁岩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给他投票。3、2、1，请锁票。好，谢谢梁岩。我觉得稿子写得非常的让人有共鸣，可是我想请教一下，你已经养过一个18岁的了，对，所以那个18岁的人在1岁的时候不需要买这些东西，也长大了呀。对啊，但是就是时代不同了嘛。哥哥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些东西，但是现在家长可能都会有那种心理，就是你看别人家孩子有，我们家孩子要没有，不好吧？那哥哥看着这么小的妹妹有这么多，他以前……但是说实话，哥哥还是消费主力啊。现在尤其有了妹妹以后，就更怕亏待哥哥。前2天父亲节，我还送哥哥1双鞋，75买的。振宇老师，您有平时的消费怎么样？给飞们？他没有消费这个概念，但是弹的吉他就。我不知道小孩子拥有那么多吉他干嘛？他有多少个吉他？他去买第一个吉他的时候就去那个，他选那个颜色是黑色，因为他旁边乐队有一个白色。跟着再去日本买的时候，他又买一个白色。对，都希望他能坚持下来，学好了。起码你在行人隧道或者天桥都能有谋生的。郭老师呢？对于这次的表演，就还一直延续了您以往的这个，就因为您其实不太爱设计一些个特大的那种大咖车，都是那种，哎，就是一个特别经琢磨的一个小包袱，让人就越觉得越有意思的。是，你回去想想还能乐出来。对，我特别喜欢这种类型的作品啊。我觉得梁岩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选手，其实每一场都能看到你的语言节奏跟这个故事讲述的方式都是非常稳定的。然后我刚才拍灯的那个点就是，你说小宝宝给他有专属牙刷，但是他没牙。对。对，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就你说的那种可以回味的好笑。
形式主义嘛，就是。对，就是他不光是讲小宝宝，然后他又讲了这个现在的人可能在育儿方面的过度的一种投入，所以我觉得是以小见大的，是讲得很好的。对，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你看这个咱们现场的观众啊，也都很年轻，这脱口秀现在也很年轻的艺术，但是我也希望就是这个舞台上能有我们这种中年啊。你看刚才新仔讲爸爸带着买鞋是吧？小鹿老师也站这儿吐槽妈妈。你看现在很少有这种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中老年吐槽孩子是吧？对，其实孩子也很多值得吐槽的地方。然后谢谢现场年轻朋友们的包容啊！好，那我们谢谢梁岩啊，谢谢大家。我们看一下他最终得票情况。我觉得这一段大概170，肯定是赢不了小鹿和郑佳宁，但是我觉得就3、4。恭喜梁岩获得169票，比现在高还是低啊？我们看一眼他的排名情况。暂时排名第4，有请梁岩前往晋级区。梁岩老师表演风格还是一如既往的稳。他这个年龄段的事情是观众比较缺乏共鸣的，但我会觉得他这个视角就一定是单口喜剧这个舞台很需要的。为什么春天对绿茶甘拜下风？因为春服绿茶。厉害呀！那为什么我今天只有仪表没有糖糖呢？因为统一春服绿茶没有糖糖。来喝一口。不用了。你喝一个。不用了。你喝一个。不用了。你不喝就不喝，我仨下有点过分了吧？哎，还真香。可不是真香嘛！嗨，微微发酵，缓缓生香。我说的呀，是微微发酵之后有自然温润的茶香啊！统一春服绿茶，无糖新上市，真无糖就是无负担。你不是不喝？厚颜无耻！让我们掌声有请阎鹤祥。当时为啥会选到这个平台？不太想选那个话题了，因为那话题是工作你养我吗？我怕又会陷入到跟大林的那个不上班那个东西，那话题说太多了，说多了也没意思了，所以我才选的太疯癫那个。就是我来这节目也没有说特别大的那个胜负心，说最后要怎么着，我就是想来这儿做一些尝试和参与，尝试相声的一些之前的表演方式、表演状态。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就单口相声这个东西，基本确实你也看到，不是很新鲜。一下你理解吧？这个叫单口戏，我想试一下，比如说梗没有那么密集，大家能不能接受？我也做好了可能有失败的准备。大家，我是阎鹤祥。哎呀，头一次啊，2次演完了吧？导演组私下找我说事儿来了啊，说阎老师您在台上不能老提郭麒麟了，提1次2次可以，提多了就烦了，而且对您可能也不好。然后您看下赛段呢，咱们是2个主题，一个是不上班你养我呀，还有一个是别人笑我太疯癫。我说这是我要提吗？你这话题老往上勾我呀！我一说相声了，演单口喜剧，别人笑我太疯癫，因为养我那人确实不上班啊。就提这1次啊，不说了，说到做到。然后呢，但事实如此啊，因为这个特殊的情况呢，我现在做了很多跨界的尝试，比如说演话剧啊，然后演影视剧，说单口喜剧，也演新喜剧。然后我发现，当你刚跨界的时候啊，有一个很尴尬的情况，你的表现会影响到别人认为你这2行业的鄙视链。你想吧，我在这儿演单口喜剧啊，如果演得好，下边坐俩观众，哎，到底是说过相声。如果演得不好，回去好好说你的相声。但也不是这种情况啊，是鉴于这2个行业可能呢并驾齐驱，它不适用于所有的比较。你比方说啊，我搭档郭麒麟，
但是不牵扯到不工作这个人，现在转战影视了。好比有一天啊，大林发展的非常好，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我打比方呢，你别乐。然后站在台上领奖的时候，下边这些好莱坞巨星肯定不会这么聊。到底是说过相声啊？哎，这我就不服了啊！就是奥斯卡的冠军跟说相声差别就那么大吗？你们要那样的话，我就在德云社等着啊！迪卡普里奥、威尔史密斯、拉塞尔克劳有一天跨界说相声，说的不好，几个包不讲，我也起来回去拿你的奥斯卡去。尤其威尔史密斯不爱听，他也不敢打我，因为德云社说相声。跨界确实是跨界，没办法。我昨天啊，跟好多线下的演员一块儿去上海西藏南路那个大世界说开放麦，啊，一看都是上海的观众。我到那以后我很感慨，为什么呢？上海大世界呢，1917年开业，那过去是全亚洲最大的娱乐市场。100年前，我们说相声的老先生到上海滩闯码头，就在上海大世界，就在大世界，很有意义。但我也对不起先人啊，我到这居然是说单口喜剧啊。其实那个时候啊，在上海滩码头，包括北京，我们这些单口艺人，那时候没有说相声啊，这个词儿是建国以后才有的，不是王建国啊，不是王建国。过去艺人地位很低，我们这些靠说话表演说笑话的，都叫玩意儿，没有名字。干嘛去？听玩意儿去。你们要那时候录节目，别人再一问你录什么节目去了，录玩意儿去了。今儿都有什么玩意儿啊？那今天有庞博、建国这几个玩意儿，真是好玩意儿。就得这么说，我不能说好不是玩意儿，很有意思。然后我从那个开放麦出来以后呢，给我们先生就是郭老师他父亲还打一电话。为什么打一电话？因为我们过去有句行话，就是干传统文化的，我们叫北京学艺，天津成名，上海赚钱。真的，我们那时候学艺的时候，就他爸那时候 PUA 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哎呦，就是你要是学完了这个，将来你要到大上海滩一闯荡，你要是能到大世界说一场，那基本你就算站住了脚了。我说完这开放麦以后，我给我师傅打个电话，我说师傅，我说徒弟今年行了啊，我上海大世界我也说了这么一场单口。我师傅很高兴啊，孩子，那这北京学艺，天津出名，上海赚钱，你赚着钱了吗？哎呦，师傅这开放麦不给钱。然后我师傅说那不对呀，那我儿子也去，他也不给钱吗？我说他给钱，而且我说这呢不给钱，明儿给他听，他坐那儿他拿钱。然后我师傅说孩子我有点乱，你说乱，你们现在他们这行是说的不给钱，坐着听的给钱。我说师傅您听说过吗？我师傅说没听说过。我说师傅您怎么看？我师傅说去你的吧。哎，给你们讲一个我师傅带着我们在国外闯江湖的事儿，好不好？好。在哪国家咱不说啊，我师傅带着我们出国演出。我呢自个儿在这个大街上走，路过一小胡同，看见一什么呢？国外卖艺的一小伙子拉大提琴，一看就是艺术家。为什么呢？这琴就得好几万，他前面呢搁一个放钱的那个小塑料碗，我就走过去了。说相声碰见这不能给钱，知道吗？因为我们这行是出门不捡东西就算丢。我就过去了，可能我过去的时候稍微没注意，我这脚啊把他拿钱的那个小盒就给踢躺下了，嘡啷一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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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里边有几个钢镚儿，就往前滚，滚就滚到一个地沟里了。这小伙子很无奈，过来以后我也过来一看，抠不出来了，多不好意思呀！我就从兜里拿出10欧元来，我就直接给他了。
江湖骗术都是这样，你钱出手那一刹那，你就知道你上当了。为什么呢？他不拉这大提琴吗？他这小拇指上勾着一根鱼线，这鱼线勾的那个拿钱那个小碗儿，你一过来，他一碰，砰啷一下，他这不犯法，人可没跟你要，你是不好意思，你把这钱给了的，完了，上海滩闯过了，到那儿没闯过来，中年大雁让雁把眼给牵了。我回去以后把这事跟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护犊子呀，这事在江湖上挨着欺负不行啊，咱会会他。带着于谦老师，我们仨就又奔这胡同就来了。到这胡同口一看，我师傅跟我师傅一说，你看没有，就那个。我师傅过去以后，都没等他蹬着鱼线啊，一抬脚，嘡的一下，把他这小碗直接给掀飞了。这哥们拉着大提琴，哎，我那就滚了5米，我师傅这一脚踢出50多米去，干到这胡同口去了。这小伙子过来以后，揉这手指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腾跟着也跑过来了。我师傅跟着在这一掰着，这呼噜呼噜说了半天，最后没办法了，我师傅也拿出10欧元来给他。往回走，我说师傅这不对呀，您也让人骗了10欧元。我师傅一乐，拿手一指前面，我看于谦老师啊，跟我们正招手了，赶紧走，手里抱一大提琴。谢谢杨鹤翔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给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好，谢谢太子妃杨鹤翔。杨老师现在参加2档喜剧节目，这个精力分配怎么？对，我跟那教主都是也比较累，然后跑2个节目，然后都得到了一样的评价，还是回去说相声去。很荣幸今天第一次看了严老师的表演。那个严老师刚才表演的时候，我有在观察郭麒麟同学，他非常的紧张，就是他一开始就按了投票了，就是他根本不怕我们说他护航，他就直接按了。你就是铁了心就一定要让他过是吗？我这一票能管什么用啊？我这个200多人的，我这一票。别担心，他有金牌。怎么是？就是有金牌就是杀不死是吗？起码这一次不会死。对，下一次我再给你弄死，你甭着急。别说的那么明显啊。他前半段就是一个里面的内心输出很强烈的，但是到后来很明显，他来到挺传统的一个段，因为后来他结尾就是于谦抱着那个走了，就摆明就是伤心的。对，他像就是前面整个大一段可能都为了铺最后这一个包袱。对，但是所以。我还是喜欢前面那个掏心掏肺，一直喜欢你掏心掏肺那个样子出来，就生活感啊。当然传统经典很珍贵，但是时代在变的时候，我们让观众娱乐他或者接受某一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也为了他们稍微改变一下。是的，因为我也感觉可能会被淘汰，所以我说我们要适应一下自个儿的方式。没关系，有金牌哎。我真的想讲一句，我很担心，但没关系，我很希望一直看你的这样的表演。谢谢。我觉得严老师每次表演其实都不一样。第一次是带着一种巨大的愤怒感，然后第2次呢，我觉得是有场景的，有叙事故事的，又讲了一个让人很带入的这个过程。然后今天的这个表演呢，我其实到最后才拍的，听完了觉得还是好笑的。我不知道严老师自己是不是在做实验，就是每一次是在想用不同的形式去找那个你的方式还是什么？是的，就是说，因为我原来有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台上一个人讲段子让大家乐，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管我们所有这种方式就叫说话。刚才我演这个啊，其实实话实讲，后边这一段大林肯定知道，这也不是单口喜剧的范畴，这是一个标准的单口相声。是。然后刚才那个杨老师说那像新仔那种，您说在台上就 sketch 的方式和单口的方式结合起来，感觉很好。其实这个在我们过去看，这就是一种单口相声表演方式，这是我们真正自己的单口喜剧。
虽然可能现在从包袱的密度啊、出梗的方式上呢，不太能符合现在观众的可能的这种趋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把它继承下来，我们还是要再做这个，确实是。这就是时代，就是我在台上说的，它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老的、传统的一定好的，它不符合时代，它可能就需要做改变。我觉得我能做的只是线下把段子再练练，就像上海这个城市一样，那它也不是个古都，但就是因为它一直拥抱世界，它才有这些蓬勃的发展，要改变。我不是从别的上面考虑，我就觉得严老师说话我特别爱听，就是他在讲一个什么的时候，我一直都很认真的在听这个故事，或者是某种经历，或者是某种观点，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值得我们脱口秀演员去学习，因为我是没有这种能力，在这个梗如此稀疏的情况下，仍然全程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就直接说胆儿大就完了，是吧？我就想起来，原来有一个评论说，只有马三立先生讲那个81层楼，敢讲一个5分钟的小段，最后只有一个包袱。这个其实是很神奇的能力，至少我作为也是喜剧从业者，我确实一直挺敬佩的。就是这有是时代的因素，因为马三立先生也是年长了以后，然后才开始说单口，有时代因素。马三立如果今天来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该乐还乐，该乐还乐。哎呦，恭喜何强哥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那大家看到，现在我们进区已经坐满了。那现在即将排名发生变化，有请我们第4名的梁岩回到台上。现在的排行榜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哎，严老师也得再我哪有金牌我？他这个金牌只能他用吗？对，只能他用。咋你也想用啊？你那个左上那兜好像也像个金牌。兜啊，那口袋里面有个。好，那到底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呢？我们看一看杨鹤翔老师的票数。哎呦，有点紧张啊！严老板可能要又付我金牌了。梁岩不一定低。梁岩老师这次讲的话题有很多很巧的地方，文本特别强。严老师确实身上有功夫，现场的这种抓梗的这种能力，即兴创作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也打不过严老师，就拜拜了。哦，恭喜梁岩169票，那还是先回到晋级区。那严老师作为我们复活金牌的持有者，按照规则可以使用，也可以不用，也可以不用，是也可以不用。用肯定是还是要用。有什么用金牌感言吗？没有，就是每一块金牌拿的都不容易，不能丢啊。没事就把它用了吧。呀，好，那请杨老师交回金牌，在我们的金牌销毁处。哇，这个道具终于用上了，终于用了。销毁处，哇！第一次用。好，现在杨鹤翔使用了复活金牌，可以继续参与比赛，请前往晋级区。恭喜恭喜！哎，你看那个位置，腿都短了点，你看，怎么还有个台阶？矮了一头来。而且严老师没有面光啊。而且怎么在阴影里啊？杨老师往这边来点，你这没有光脸。转着。好，那我们现在上半场最后一位演员，接下来的演员是一位00后的北漂喜剧编剧。我马上要上的时候，看完他们的票嘛，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希望，我们组太强了。其实大家在下边演出的时候，这几个人都是在最后的，常常都是。我就捐了呗。我当时就是没得选，然后这次我是到第2个。你想选哪个？卡卡？是哪个都很难的。就是选哪个感觉希望都是一样的。
他们也要么就是很炸，要么就是很厉害，经验很高。我确实看起来也是蛮弱的一个，觉得自己应该再努力一点。先说吧，或者就看看。先休息不叫休息，叫充电。每天就过得很焦虑，经常会在半夜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再开卡巴然后没有自信。不过了，上山。不过了，上山。我觉得你那个挺好，我觉得挺好。能打得过他们吗？能个屁！能，我说能就能。好，这几天那种感觉就是被夹在一个夹缝中，我也觉得希望很小。然后那我干脆把自己所有东西就演好，让大家听去判断我应该在哪个位置。让我们看一看00后是怎么发疯的呢？有请陈数。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我是一个00后，现在，谢谢。没见过吧？现在毕业2年了，但感觉压力还是很大，而且我会把压力会量化的非常的具体。你比如说一个房子3000块1个月，那对我来说就是1天100。我一旦这样想，每天就会过得很焦虑。每天中午起来一看表啊，50块了。一焦虑晚上就睡不着，一睡不着你就更焦虑，我就眼睁睁看着时间就这么1分1毛的过去。别人失眠都是1只羊2只羊，我1毛1、1毛2。别人数的是羊，我数的是羊少1横。平时还要处理人际关系，也很烦。我不爱回微信，经常不回。你们的微信都是WeChat，我的是 YouChat。回信很累啊，总是要字斟句酌，生怕回得不恰当。我甚至连回复 OK 的时候，都会特意的改成小写，这样显得比较圆滑、俏皮。但是你不回呢，又要找理由解释，就很消耗。所以我每次就很喜欢坐飞机的时候，你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回，对吧？你那种打开飞行模式，什么消息也收不到，那种感觉哇，上天了。莱特兄弟为什么发明飞机？就是嫌地上的人话太多。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找一个正当理由。我现在就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我现在随心飞，就是受不了很多的压力和规矩，就想怎么才能逃离一段时间。就有没有一种办法，它既远离人烟，又不会饿死？出家，生活清静。对吧？社交也简单，和尚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没有什么精神内耗，更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别人跟我说话，我可以不回复，他不会觉得我不礼貌，他只会觉得天机不可泄露，而且也很容易受到世人的尊敬。即使我什么也不会，还是会有人叫我一声小师傅。而且庙里的生活它更健康。近几年流行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里面都能享受到。你像斋饭、减脂、敲钟、有氧、打坐、正念冥想，但再也不用担心失眠，每天都有人在你旁边念经 ，ASMR。今年5月，我就认真研究了一些寺庙，在大众点评上。但不知道哪家最好，大众也不是什么都评。我就希望他能推出一个榜单，推荐一些本地剃度修行必须要去的地方，就叫必秃榜。我打开一看评价，很不错的一次体验，戒疤点得很圆，很对称，很像6筒，很喜欢，下辈子还来。每天想这有的没的，甚至开始好奇，那种常见的戒疤，它为什么都是双数？为什么没有5个戒疤的？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有没有点5个戒疤的在我那个城市里？5疤同城。这就是现在精神状态。但其实后来发现，戒疤不都是双数啊，它有1、2、3、6、9 5种。
我就想，为什么不是从1到9都有呢？是怕方丈拿徒弟打麻将吗？1个和尚挑水吃，2个和尚抬水吃，3个和尚吃。想出家念头就越来越强烈，就告诉了家里人，他们觉得我疯了啊，说我是离经叛道，我也很委屈，这哪里是离经叛道了，我就是去念经的，这是离经的近道。他们一直让我考公考编，啊，说这样上岸了之后就一辈子稳定，稳定，还有哪里比出家更稳定？而且他们讲究轮回，我不光这辈子稳定，我来生都稳定。什么上岸不上岸的，回头就是岸。所以就很不明白，很多人一有烦恼就会去庙里求愿、求事业、求爱情。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留下来就可以了。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山东的意思。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怎么才能？让我讲完好吧。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怎么才能一直感到快乐呢？双手合十，我就感觉我这个想法简直太完美，就终于要逃离世俗了，但最终还是没有去，还是那个问题，不知道哪家最好，我怕选错了寺庙，那耽误的可就不止一辈子。好，严厉，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陈述的精彩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康永哥，看这次给票给的挺早的，是吧？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很偏执的稿子，就是他一开始就走到很歪的地方去了，然后就一路歪到底，然后怎么拉都拉不回来。这种稿子很有种。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像他这种逃避问题，这种各位老师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我没觉得逃避问题，这不积极解决问题的吗？对呀，没有觉得我很务实的，另辟蹊径，人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了，对比上场好太多了，是这组竞争压力比较大，所以就是重压之下，可能比较松弛这样。可能是这种出家的这种话题特别适合你，就你讲这种事儿，你就淡淡的，你这个状态就特别适合讲这方面的事儿，对吧？你真的有上网去搜寻？有的，都是景点的评价，他没有人会推荐说，哎，推荐这来这里。你真的去修行吗？啊，没有去修行，对，但是感觉就是看完那些视频之后，就确实内心会安宁一点，就是感觉好像有个退路。因为我真的是曾经去做过你段子里面讲的事。你出家过？啊，对，我有戒疤的，有三个，对。早上4点钟，当就开始。到晚上10点钟才能睡觉，好家伙，这比上班累啊，是不是？很忙的，我们要煮饭清洁啊，什么，你不是太多时间读经，就是有隐藏机位拍嘛，听着像个真人秀感觉，就是。郭老师一般都是拍灯拍得很晚，这次为什么在双手合十的时候忍不住？你听出来他在解释这个泡芙吗？那里真的不是山东，那里是一个梗，但被打断。是反复被打断，最后发现为什么相声演员要用立麦，就是一这样这泡芙就能响了。一攥着它就不好响。天真姐一般遇到这种发疯的这种时候，还是选择去解决问题。我觉得发疯其实是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就是人有的时候如果被压抑的情绪，就是应该发疯一下。其实你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把情绪疏导出来了就好了。就是我鼓励大家时不时发疯一下。
康永哥，有人跟你发疯吗？比如在崩溃的时候发那种特别多语音什么的。我现在已经机灵到我收到讯息的时候，前面3个字只要是我最近，我就不看了。我管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我就是不想理这件事情。您回一个对了，那个你看。好的，咱们谢谢陈数，先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看来那边又是有些拥挤，再辛苦，暂时排名第4位的梁岩老师再次回到台上。那现在我们排行榜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呢？我们看一看陈数最终的得票结果。哇，这2个好难呀，感觉还挺有悬念嘛，就不知道他俩到底是谁能进。我还是认为梁岩老师很稳，完了观察也细腻，然后角度也有。陈数说表演是有那种平静的风感，很符合这期的主题的，很契合现场观众的心理。我俩经常在线下也比赛，确实没赢过他。陈数那个段子会更贴合年轻人一点。梁岩淘汰了。爆冷！恭喜陈数177票，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觉得这是报了一个小小的冷门的，因为陈数在以往的这个成绩上，他确实没有梁岩发挥的好。但是你今天看完现场，你不会觉得太诧异啊。今天的表现比他前面2次的表演有很大的不一样，而且是肯定是进步的。陈数上来之后有一点无所谓了，我最后一个讲，我就讲完就得了，啥也不怕，我该发挥的都发挥。他反而那种松弛，我觉得赢。今天最像我期待的表演，比较像是陈数的这一种，因为那个稿子本身就很疯癫，就是一开始就走了一个很冷门也偏邪魔歪道的方向。可是你有本事把这么一个冷门又歪斜的路径给走出了一条路来，就会变成一场有趣的表演。果然比赛就是比赛，它什么都有可能发生。那很遗憾，梁岩老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这个确实大家也看出来我们这组就挺厉害的，然后大家呢开心就好。然后我来呢，这个能来参与就挺高兴，也谢谢几位老师的点评。这个一会儿淘汰呢，从这条路上走。我们呢3期啊，我每期都淘汰，但是前2期是赛制的原因又回来了，但是这次应该就跟大家拜拜。然后希望大家都能有好的发挥，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喜欢我们这个节目，谢谢大家。好，谢谢梁岩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我们来年再见。哎呀，好可惜呀！谢谢梁岩精彩表演。我觉得陈数确实段子写的也好，自己也有点放松。怎么说呀，就输的心服口服。我觉得。哇，不写的您。梁岩老师啊，对，确实。每次梁老师都从这里走了。对呀，太难受了。对，而且他每次都是高分离场。对呀，这真的，哎，比赛真瞬息万变。杨鹤翔老师现在感觉是，你现在甚至跟他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缝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诺呗。郭麒麟老师现在心疼吗？我现在踏实了，我现在。好，那本场主题第一个拼盘演出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再次恭喜晋级的所有演员。这组好强，我们怎么超过他？对啊，怎么超过他？他们组的一个大变数，让人在旁边也跟着心情起落的。我们组好难打，我觉得除了黑灯的段子，是真的就是非常硬的那种。我们几个有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些状态。小鹿呀，202了，他们那个组肯定比我们这组高呀。他们都好强，可能我们组拿不到那个复活金牌了。到底哪一个拼盘能够获得复活金牌呢？我们下半场再见。互
怒嗓实力派，大笑更畅快。感谢快乐靠山京都念慈庵独家冠名播出。快乐再发酵，感谢微微发酵缓缓生香的统一无糖春福绿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爱他美销冠卓奥特约赞助播出，实证成分5天看检，99%黄金效果，国民白酒真正纯粮，陪你共度快乐时光。感谢快乐酿造家老村长酒特约赞助播出。肯德基周末疯狂拼，29.9元吃到爽。感谢周末炸鸡搭子肯德基指定赞助播出。上微博参与喜单人的自我修养全民共创活动，优秀内容有机会在节目中出现。欢迎回到主题赛第2期的下半场。哎，你看这傻子，一个活都没有，嘿，那鱼没活人，这叫什么破梗？这是。就在山里跑步，然后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有上坡有下坡，很可能跑着跑着就没路了。怎么说呢？有点像脱口秀行业。总感觉他好像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秘密。跟你们说，最近德云社就在刚刚，我到了第3次，我真的哭不出来了。我奶奶哭了，她说其实跳舞是